怎么还没到？昆仑先生，真够慢的呀！不好意思，昆仑先生，我们来晚了。我是京北市商会会长徐东，我们之前安排的迎宾车队在机场等您，没想到您没坐您的私人飞机，突然改变了行程，忘了告诉你们。走吧。昆仑先生，要不您跟我先去参加您的欢迎仪式吧？谢谢，不用了，带我先去叶家。昆仑先生，京北市各位领导还有各界代表都在机场等着您呢。您看，我说了，不用了。好好。那我先送您到叶家。还有，在京北市不用叫我昆仑先生，叫我叶先生。是。都上车，动作快，别让叶先生等你们。叶先生，我们京北市能走出像您这样享誉世界的商业奇才，真是我们京北的荣幸啊！过奖。众所周知，您当年凭借一己之力，把叶家做成京北市10大企业。叶家，后来因为一些误会导致您入狱，叶家也因此原地踏步了好多年啊！哎，要不是您当年……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。叶家现在怎么样？由于政策上的扶持，叶家将要上市，据说他们今天举办家宴庆祝上市，听回来的刚好。6年。阔别6年了，收留过我又伤害过我的叶家，我终于又回来了。没事，哥，我没罪。哥，我虽然是被叶家收养的，但是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看。你呢，哥？有没有把我？当然，我也把你当亲弟弟。今天是我大婚之日，我们叶家又成了京北市的10大企业，我高兴。好，当哥的也为你感到高兴。叶家能有今天，全靠你啊！到了，慢点啊！你喝醉了，就先回房休息吧。那你呢？我得去照顾其他宾客呀！你老婆吴珊珊还在房间里等着你啊，快去吧！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！那我就去入洞房了。去吧。喂，他已经进去了，可以安排下一步了。记住，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今天过后，不要让叶浩身败名裂。叶浩呀，叶浩，你一个捡来的孽种，凭什么和我竞争叶家的产业？我回来了，老婆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今天我真高兴，我们赶紧入洞房吧。来，亲一个。流氓！呀，嫂子，怎么是你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出现在我房间？误会，嫂子，对不起，我走错房间了。我现在就出去，对不起。站住！啊！你这丧尽天良的畜生，玩完就想跑了？嫂子，我只是走错房间，并没有怎么样嘛。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叶浩，我把你当亲弟弟，而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？你疯了！不对劲，这剧情不妙啊！我得赶紧走，要不然说不清。里面的人给我出来！开门！完了，师哥，我该怎么解释啊？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怎么办？好小子，竟然敢堵门！阿东，把门撞开！是。救命啊！老公，快来救我！
嫂子，你别喊了，这很光彩吗？叶浩，我拿你当亲弟弟，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啊！哥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对你嫂子干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干。老公，你们可来了，也好的，他把我……叶浩，你是畜生！爸，我可以解释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走错房间了，是因为……你口中的亲兄弟就这么当的，竟然干得出这种混蛋的事！哥，我真的只是走错房间了，为什么你们就是不信呢？你说你走错房间，为什么脱我衣服？嫂子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认不认？畜生！一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哎，行了，报警吧。报警？爸，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做了这种混账事，还问我为什么？当初就不该捡你这个混蛋回来，就该让你死在垃圾堆里。爸，你先消消气。至于你，叶浩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她可是你的嫂子，今天还是你的大喜之。哥，我不可能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嫂子，这种事你可不能冤枉我呀！敢做不敢当，丢脸！是这个女人害我，衣服是她自己撕的，我真的什么也没做。够了！你嫂子怎么可能用自己的清白污蔑你？叶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叶浩，我都听见了。珊珊，你要相信我。叫我怎么相信你？珊珊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是走错房间了，我和嫂子什么也……你不用解释了。珊珊，你往哪儿跑？哥，是进监狱吧？啊！唉，真是家门不幸。爸，哥，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叶先生，叶先生，哦，刚才想起了一些往事，怎么了？叶家到了。哦，那你们先回去吧。好的，叶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与我联系。好，您请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我是领导安排给您的联络管家，在京北市有任何需求，知会我一声就行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徐东办事倒是牢靠。对了，叶先生，明天的晚宴你可一定得参加呀。什么晚宴？就是市里专门给您安排的欢迎晚宴，京北市各界名流和达官贵人都在，就算您给大家一个面子。所有？是的。好，我尽量参加。那我代表大家先谢过了，我就先不打扰您了。安静！诸位，天佑我叶家，经过多年的积累，现在终于要上市。好，嘿嘿嘿嘿，在座皆是人中之龙凤，又一次祝叶家成为京北市10大企业。让我们一同举杯，庆祝这一美妙时刻！干杯！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干杯！哎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大哥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叶家可算又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了。没错，爸，二叔，今天除了我们叶家庆贺之外，京北还有一件天大的事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什么事？知道，知道。你说的是今天从京北市来的那个大人物吗？大人物？谁呀？这我也不清楚，不过
据说京北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去迎接他了。哼，那他来头挺大呀。那可不，听说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大企业家。我们京北的首富提前6个小时在机场等候，可是却连那位大人物的面都没有见到。这么厉害，你说的我倒想见上一见。我们就别想了，就算我们上市了，在民间面前也只是小鱼小虾，怎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是。话说回来，今天我们叶家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，还得感谢一个人。哦，切，你们猜是谁？您说的该不会是叶浩吧？哎，正是叶浩。这个人虽然我们都不喜欢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人家的商业头脑确实厉害。1年之内就把我们叶家从一家小公司带到即将上市。要不是当年出事，估计我们早都上市了。爸，这么开心的日子，提他一个不良子干嘛呀？他就是我们叶家的耻辱。小东说的对，这家伙坐了几年牢，出狱后也没回叶家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哼，他能怎么样？脱离了我们叶家，什么都不是，说不定在哪儿要饭呢。哎，也是，这么个家伙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出息的。说白了，他就是一个孤儿，不过是我们叶家养的一条狗而已。就是啊，叶家养他这么多年，他应该感谢叶家才对。只不过，可惜了他那个漂亮的媳妇，现在都还在守活寡呢。好了，今天开心，我也就随便提了一下。抱歉，打扰一下，董事长，外面有个人求见。没看见我们正在举行家宴吗？谁都不见。董事长，他让我转告您，他叫叶浩。什么？啊？叶浩？谁？他叫叶浩，他还说他也是叶家的人。什么？他居然还有脸说自己是叶家人，真是厚颜无耻！真是说曹操曹操到，这小子现在还敢回来，依我看，让他滚得了。别呀，他既然来了，就让他进来呗，让他看看我们叶家没有他照样能够上市。我倒要看看他现在混成了什么熊样。是个好主意啊，看我一会儿怎么给他个下马威。好吧，那就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叶浩，既然敢来，那就别怪我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叶先生，让您久等了，董事长请您进去。哼，大家好久不见，听说叶家上市了，我过来看看大家。叶浩，真的是你，真是晦气。哟，限量版好酒，看来你们日子过得不错。哼，不像我在里头没几次温饱，这都要感谢你们的特别关照啊。叶浩，你还敢回来？不然呢？我有什么不敢回来的？我又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一个人渣触犯法律，居然还说自己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我有没有做过？你不清楚吗？什么意思？难不成叶浩有证据？不可能，当年的事情做得天衣无缝，是不可能找到证据的。住口！你这个有爹生没爹养的孤儿，叶家收留你，你不但不知道报恩，反而狼子野心、忘恩负义的企图吞掉叶家，甚至对你自己的嫂子都有非分之想，你的良知何在？叶浩，你对我做了那种事，还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？叶浩，
从那天起，你就不再是叶家的一员了。事情到底是怎么样？我想嫂子还有在座的各位都知道，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。叶浩，你什么意思？少阴阳怪气的，敢做不敢承认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在京北身败名裂，人人皆知，把我们叶家的脸都丢光了。你还恬不知耻的回来，真是不要脸！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再说了，叶东，要说不要脸，谁能有你不要脸呢？叶浩，你够了！叶浩，你回来到底想做什么？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想让我再次收留你？叶家的企业是我一手扶持上来的，我要回自己的企业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个畜生！现在叶家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给我滚出去！你让我滚我就滚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叶浩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哼，爸，你收留过我，我很感谢你，我再叫你最后一声爸。但是你后面对我做的事情，实在令我寒心。你别恶心我了，谁要听你叫我爸？早知道我当年就该掐死你！哼，原来是我自作多情啊，那我以后做事也不需要留情面了。行了，爸，我们别跟他废话了。你现在回来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啊，这里有100万。你看，老弟，我鞋有点脏了，帮我舔干净。这张卡里的100万，就都是你的。哎呀，这可是100万呢！叶浩，还不跪下去舔干净？你聋了？我让你跪下舔干净，你没听见啊？叶东，你想找死吗？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想我找死？你不看看你那个熊样，你能奈我何呀？再说一遍，给我跪下，把我血舔干净。叶浩，你敢？哼，都说了，别来找死！你敢打我？老公，你怎么样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找死！哼！叶浩，你干什么你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叶浩，你真的太猖狂了！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们一件事情，6年前的事儿，你们还记得吧？我念叶家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限你们1个月之内跪在我面前，忏悔你们的过错。要是1个月之内你们不出现，我保证让你们全都消失。你是不是在里面给人打傻了？让我们消失，痴人说梦呢！开玩笑，就凭你，能拿我们怎么样？你们尽管试试，看我是不是在开玩笑。记住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给我跪下道歉忏悔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，不然后果自负。站住！不然后果自负。站住！哼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叶浩，你居然敢打我！今天别想轻易离开叶家。哦，你拦我一下试试啊？阿东，
让他走。今天是我们叶家大喜的日子，不要见血。以后你要想收拾他，有的是机会。算你走运。自不量力。爸，就这样放他走了？他可是打了我的。阿东，明天公司就上市了，我不希望这时候节外生枝，出现任何意外。再忍一忍，明天过后，你哪怕杀了他，我都不拦你。叶浩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！我看这叶浩啊，真是疯了，精神都出问题了，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扯淡。也难怪，毕竟当年受了那么大的刺激，毕竟那件事情也只有我们知道内幕真相。行了，说好的那件事不能再提。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开心，安排一下，晚宴可以开始了。是。珊珊，唉，谁啊？来了。啊，是你。叶浩。珊珊，是快递吗？拿完就赶紧收拾收拾，去家宴了。知道了。一会儿家宴就开始了，你爷爷说要在家宴上解决你的事，记得打扮得漂亮点儿。要出去。你怎么回来了？珊珊，我想你了。别碰我！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我都已经忘了你了。珊珊，怎么了？叔叔，阿姨。叶浩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来想干什么？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叔叔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知道因为你，我们家还有珊珊遭受到了多少非议吗？不要脸的东西！叔叔阿姨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解释清楚的。6年前的事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啊？你那些破事儿还好意思说？事实就摆在那儿，要不然你也不会住几年牢。你现在在京北，就好比是过街老鼠。行了，别再来我们家。叶浩，你走吧，我不想见你。听到了没有？我们珊珊马上就要改嫁了，你不要再来了，你坏了她的名声。改嫁？不行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轮得到你来反对？阿姨，你别忘了，现在我还是珊珊的丈夫。什么？你还敢说是珊珊的丈夫？叶浩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爸，你消消气。叶浩，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晚了吗？我们的家已经散了。不，我还在，你也还在，我们的家就不会散。叶浩，痴人说梦。妈什么妈？妈也是为了你好，离这个瘪三远点。你干什么？阿姨，我不是瘪三，我也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。这次我会重新追回珊珊。叶浩，重新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要给她全世界。叶浩，把这几年的爱全补给她。够了！不要再说这些鬼话。你蹲了4年，现在刚出狱2年，你拿什么给珊珊未来？就凭一张嘴吗？6年前，我是被叶家陷害的，但你们放心，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会重新夺回来。我要让叶家1个月后彻底毁灭。
叶浩，你能不能现实一点？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不是听你来讲大话的。珊珊，我没有讲大话。6年前的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，我现在一句话就能让叶家俯首称臣。叶浩，你是不是蹲大狱脑子蹲糊涂了？一句话就让叶家俯首称臣？你现在说一句话试试，我看你怎么让叶家俯首称臣的。我做不到就别说大话。你走吧，这个家不欢迎你。烂人就是烂人，再怎么狡辩也是犯过罪的。赶紧滚！我们还要去参加家宴呢。珊珊今天就要定亲。珊珊，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我怎么会去做那种犯法的事情呢？6年来，你一直都没有改嫁，你是在等着我的，对吗？珊珊，你不要走！你回答我！够了，你动手动脚的干什么？今天你就算说的天花乱坠，珊珊也不会正眼看你一眼，更不可能跟你重新开始。你给我走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子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，看我不打你个！妈，不要这样！哎呀，孩子，你就是心太软了，是他对不起你，你还搭理他做什么？可他毕竟还是我丈夫。既然他回来，我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啊！我就知道你还念旧情。为什么？珊珊，叶浩，珊珊，你说什么？你是疯了吗？妈，我没事，我很冷静。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还给他机会？这种罪犯你怎么能给他机会？珊珊，你不愁嫁的，以你的条件，只要你想，追你的人都排着队啊。爸妈，不是你们想的这样的。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不用再说了。其实我一直相信叶浩是清白的，是被陷害的。珊珊，珊珊，你糊涂啊！现在是不是陷害还重要吗？重要，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就是因为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叶浩。他都被叶家赶出去了，况且他蹲过大狱，留过案底，以后能有什么出息啊？你爸说的对。不，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能让珊珊过上最好的生活。我一定说到做到。你别放屁了！珊珊，你听爸爸妈妈的。好了，爸，打住！你们年纪大了，不要这么激动。你们女儿大了，能为自己做主。能不激动吗？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早知今日，我们当初就不该同意你和他的婚事。妈，你冷静。养子果然是养子，和叶家的亲儿子不能相提并论。哼，叶家算什么东西？妈，你先坐下。我知道你们的苦心，但是我已经决定了，你们就别再说了。爸妈，让我和叶浩单独谈谈吧。这，好吧。谢谢你们，爸爸妈妈。叶浩，我给你机会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你现在从零开始，一定要脚踏实地。哪怕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几年之后，也一定会有一番作为。我就知道我没选错人，珊珊真的是个好女人，用不了那么久啊，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等我把叶家的事情处理完之后，就带你去过你想要的生活。叶浩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想听这些不切实际的，现实一点吧。你可以穷，但是只要踏实就行。我相信你的，珊珊。行，珊珊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了，你既然回来了，
就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家宴吧。什么？你还要带他去家宴？叶浩他是我的丈夫，我会和爷爷说明一切的。哎，这真是造孽呀！老爷子身体健康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有心了。哟，我当是谁这么没礼貌呢？原来是老三啊！难怪。看来珊珊他们家在整个吴氏家族的地位越来越差。这家子人也来了。是啊，吴家就属他们混得最差，也好意思来？而且还带了个外人，真不懂规矩。哼！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有点事来晚了。老三，你可算来了，我还以为我老了请不动了呢。爸，我不是……吴老爷子，今天冒昧前来打扰了。你是叶浩？是我，老爷子记性真好。跑来干什么？这人是谁啊？他就是叶家那个传奇，让叶家成功上市却犯了法的，好像叫叶浩。这么刺激吗？好了，都坐吧。等等，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老三他们不能做这吧？二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嘛，这次家宴的位置是有讲究的。什么情况？没听说过啊。又有智障想要挑衅。怎么个讲究法？4桌，这次家宴分了4个房间，也是4个等级。坐在哪桌是由家族贡献决定的，这是第1桌。你觉得你们有资格坐在这里吗？什么意思？家庭聚会还分贵贱吗？哼，果然是这一套。老三呐，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么天真，难怪你这么多年来什么也没混出来。那我倒要问问，这些桌有多贵啊？我们这个包厢是第1桌，是为家族做贡献超过500万才能做的。第2桌是100万的，第3桌是10万的，第4桌是低于10万或者没有任何贡献的。所以老三，你们难道没有自知之明吗？我呸！你又为家族做了多少贡献？不多，也就刚过500万。三叔，你听见了没有？非要人把话说清楚，自取其辱了吧？爸，您理应坐在第1桌。至于三叔你们嘛，据我所知，三叔家不但1年没有给家族做过任何贡献，反倒因为公司破产向爷爷借了300万。这明明都负贡献了，坐在第4桌也不合适啊。我看应该专门给你们安排一张小桌子，你们几个凑一起应付得了。你们欺负人！珊珊啊，二伯怎么会欺负你们呢？怪就怪你们家自己不争气，不给家族做贡献。没错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有几千万上亿的资产，就算不给家族做贡献，也能坐在第1桌。可你们有吗？就这么点钱争成这样，真没出息。爸，你别难为珊珊了，他们一家子什么情况，我们再清楚不过了。既然这样，小宗啊，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吧。好嘞，我这就是准备。你敢？我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。大家听听他说的话，
多好笑啊！你们，爸，你们帮我说两句啊！老三，这个规矩是我定的，你们还是到外面找其他适合你们的座位坐去吧。爸，你们，叔叔，没事吧？叶浩，没事。想不到竟然被你看到这样的情景。既然爷爷都发话了，那我就安排一张小桌子给你们啦。小松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行了，别管小松怎么说话了，赶紧出去吧，别站着丢人现眼了。听见没有？都给你们台阶下了，再不走就不礼貌了。既然如此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身价有1000个亿，该坐哪桌呢？你干什么呀？这小子谁呀？脑子生锈了，跑到这来丢人现眼来了。爸，这可是珊珊的老公啊，你忘了？几年前他和珊珊的婚礼当晚，这小子竟然想对自己的嫂子不轨，后来就蹲大牢去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名震京北的叶家养子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我是被人陷害，反倒是你们一家人还分3、6、9等，这才是真正的可笑。哼！我们家怎么定规矩，还轮不到你个瘪三来说三道四。就是，你又不是吴家人。跑来我们家蹭吃蹭喝，居然还有脸叫嚣！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有1000亿是吧？老三，你有福了，女婿都身家1000亿了。闭嘴吧你！在家里说大话也就算了，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可我真有1000个亿。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这小子竟然说自己有1000亿，你们来评评理。我的天哪！强奸犯说自己有1000亿，不是1000块、1000万，是1000亿哦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有1000亿，还不值。奇怪，怎么觉得莫名腿软？吹牛谁不会啊？我还说我是昆仑先生呢。啊，就凭你还知道昆仑啊？你说什么？小松，你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，他可是敢犯法的呀。够了，叶浩不是强奸犯。珊珊，你也别说了。怎么连我也凶啊？珊珊，你也没大没小嘛。二伯，是你们先不尊重我们的。尊重？我们让你家这个败家女婿还站在这里，这就是最大的尊重。二哥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三叔，我爸说的没错，就凭你们拖累吴家的功绩，还参加什么聚会？还有这个便宜女婿，明显是住了几年牢，把脑子给憋坏了吧？赶紧去医院挂个号，看看脑子吧。要是没钱，这个挂号费我出。我算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就过分，你能怎么着啊？好了，别吵了。珊珊呐，不是说今天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的吗？你怎么又把这个废物给带来了？爷爷，您费心了，但我没有离婚，他就是我的丈夫，我不需要其他人。你以为你丢的是你自己的人吗？你丢的是整个吴家的人。他们家干的丢人的事还少吗？
啊，已经开席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哎呦，我的乖女儿，你们俩可算是来了。他们俩比我们迟到还久呢，怎么不说他们？我女儿和女婿能跟你们这群废物一样吗？二哥，你欺人太甚！爸，冷静。我女婿这么晚，自然是有要事在身。你说是吧，李楠？那是。哦，什么要事？说来听听。爷爷啊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您先坐，听我慢慢讲给您听。今天我们坐的这班飞机啊，晚了足足4个小时呢。怎么会晚这么长时间呢？你们没听说吗？今天京北市来了一位大人物，机场都被封了4个小时了。哼，原来是我呀！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。叶浩，你耳朵聋啊？机场都封了，这还不叫大事？一般般吧。不懂别瞎说，这位大人物可了不得。据说年纪轻轻就打造了享誉世界的商业帝国，比什么福不福榜富豪都猛，外号叫什么昆仑。就算是京北市的首富，想见他一面都见不到啊！我知道，昆仑先生那是商界的传奇啊！哎呦，这么厉害的大人物来我们京北市，真是荣幸。哼，你笑什么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就厉害了？巧得很，我正好在国外富人圈聚会的时候见过昆仑先生一面，还留了联系方式。有机会我把他约出来，扶持一下咱们吴家。好，要么说我女婿就是有出息，这么厉害的人物都能认识，了不起。给姐夫点赞。看我干嘛？唉，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呐！你说你认识昆仑啊？对呀，一起吃过饭，怎么了？那就怪了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我在哪儿和你吃的饭啊？这家伙是不是傻的？牛皮越吹越大了。爸，我早输送他去医院了，我都怕在这个包厢待久了，我被传染傻子病毒。都适可而止吧！你们还想这闹剧持续到什么时候？在闹的是你们，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怎么没听明白呢？老婆，别理他，穷鬼做梦呢。吴静，你耳朵不好用，那我就再说一遍。你既然说你认识昆仑，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怎么，你是昆仑啊？没错，我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个昆仑。啊？你是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？哎呀，珊珊妹妹，我真同情你，嫁给这么一个异想天开的废物。叶浩，你能不能不要说话了？我求你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丢人的。爸，这人看着面熟，什么人呢？这是？哎呀，就是6年前猥亵大嫂、大名鼎鼎的叶浩啊！哇，原来你就是叶浩啊！哈哈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。请你们放尊重些。你自己想要尊重了吗？竟敢妄称你是昆仑，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？老三，你这什么女婿？说不过人就动手！干脆以后这种家庭聚会你们都别参加了，净丢人现眼！快住手！这到底上辈子造的什么孽呀？
看着我岳父的面子上，先饶人一回。你小子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哼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不是说你是昆仑吗？那我问你，明天京北市各界有个高规格的宴会，专门欢迎这位大人物的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我当然知道。那好，正巧我也被邀请明天的宴会，希望明天我能见到你。行了，姐夫，你就别拿他开涮了。这种级别的宴会，他怎么可能参加？那倒是。姐夫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那个宴会的邀请函能给我开开眼界吗？好，这就是那场宴会的邀请函。哇哦！明天到场的可全是各界名流，参加这样的宴会可都不是一般人。据说一张邀请函就价值好几十万。他们居然把宴会的邀请函都炒到这个价格，真是无聊。姐夫，邀请函还能不能弄到？要是能弄到的话，我和我爸也去凑凑热闹。当然能。发一个信息的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姐夫太强了！哼，我女婿果然不是一般人呐，真是有出息。小子，看见什么叫实力了吗？要拿出真本事，而不是动动嘴皮子。放心，我会让你们看到真本事的。打扰大家了，刚才收到京北商会送来的10张邀请函，正是明天昆仑先生的欢迎晚宴的邀请函。什么？10张？请您查收。好，好，出手就10张，阔绰呀！怎么会有10张？刚刚求爷爷告奶奶也没要到1张啊！真是我的好女婿啊！真是给我长脸呢！小事一桩了。姐夫，我太崇拜你了。10张邀请函而已，至于这么高兴吗？看看你选的什么老公，和人家比差远了。爸，你别说了。哼，大家都看到了我老公有多厉害，以后大家需要帮忙的话，都尽管开口。李楠，你过来。爷爷，怎么了？李楠，你真是我们吴家的骄傲啊！谢谢爷爷夸奖，只不过名额有限，才弄了10张而已。已经可以了，吴家还从没去过这么高端的宴会。你看着把这10张邀请券分一下吧，大家都去凑凑热闹。爷爷，还是您来分吧。还分什么呀？三叔他们家略过，其余的在座的都有份不就行了？好主意。凭什么就不给我们家？我们也是吴家的一员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。珊珊，你们为吴家做过什么贡献？有什么资格拿邀请函？再说这邀请函是我姐夫弄的，他想给谁就给谁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哎呀，姓叶的，你敢推我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不会真的傻到以为这10张邀请函是李楠弄来的吧？啊，这些邀请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商会送来的。原本是想给珊珊和岳父岳母搞的，顺便就让他们多送了几张。叶浩，你要点脸行吗？这明明是我姐夫托关系搞来的，刚才发消息你没看到啊？你说是吧，姐夫？就是啊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什么都想蹭一下。
绝对不能暴露了。那我刚才也发了信息呢，要不要检查看看？难道他真的？给？不可能！我倒要看看。继父，你这种把戏，到此为止吧。姐夫说的对，我们就不该给你这么多机会。老三啊，你看看你女婿像什么样子？你们一家赶紧滚蛋吧！让你们出洋相出了半天，以后这种聚会你们也不要参加了。你们不嫌丢人，我都替你们感到丢人。就是，早就该走了。老三，你们走吧。连你也走吧，我已经审你们够久了。我们走。这口气我早晚讨回来。总算走了，他们这一走，这房间里空气立马就感觉好多了。还真是。行了，菜都凉了，我们继续吃吧。我们不该被他们这样欺负。叶浩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今天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从没说过一句假话，何来丢脸？你给我住嘴！叶浩，我就不该让你来。爸，是我让叶浩来的。你还敢提？要不是你非要和这个废物在一起，今天我们家至于被这样羞辱吗？可他就是我的合法丈夫。你呀，这是冥顽不灵。岳父岳母，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先冷静。吴家已经这样了，我们越懦弱，他们就越猖狂。这个道理我们也懂，可是我们混得不行，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。这种时候别吭声就行了。你看我们俩一直都没说话，就你一个人不停唠叨，没有一句是正常的。别人都把你当傻子呢，众人都丢到姥姥家了。看来下次得换种方式。爸妈，算了，别吵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吧，也只有我们自己家不会嫌弃我们自己了。岳父，干嘛？你们放心，以后我会用实际证明我自己。你可别再整幺蛾子了。明天的欢迎宴会，你们想不想去？想去是想去，可刚才多丢人，你没看见啊？况且我们又没有邀请函，怎么去？只要你们想去，我就有办法。你真能弄到邀请函？我能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吹牛？岳父，我说到做到。你们只要相信我一次，我绝对能让你们参加明天的宴会。随便你，你要是真有办法，那今天的事我就既往不咎。但是如果你做不到，那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让我女儿跟你在一起。好。喂，是我。叶先生，您总算肯联系我了。我告诉你一声，明天我的欢迎晚宴，我会准时参加。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真是给了我们京北市天大的面子呢。不过，有一些人绝对不能参加。谁啊？吴家，除了我岳父家的所有人。明白。他们敢让昆仑先生不痛快，就是和我们京北商会为敌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安排好。走着瞧吧，吴家人。哎，真头痛。啊？你干嘛呢你？打地铺啊。走，打什么地铺啊？睡床上。你愿意让我睡床上啊？废话，我们是合法夫妻啊。
珊珊，怎么了？今天对不起，我让咱们家在族宴上丢人了。不是的，是我的错。我早知道他们是这种人，但我没想到他们会过分到这个地步。我不应该带你去受辱的。不是你的错，是他们该死。不痛快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你不是可以弄到明天的邀请函吗？如果弄得到，那就不算丢人。你放心，我们怎么丢的面子，我就怎么找回来。我相信你。珊珊，你刚刚在写什么？城北有个生态园开发的项目，我在写计划书，准备试试招标。不过，以我们家的资质，估计连1/1000的成功几率都不到。写得很好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过这里面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光靠一份好标书很难得手。要不要我帮你？你能帮我什么？先休息再说。现在可怎么办啊？吵什么吵？吵就能想出来办法吗？老人家就知道哭。你厉害，你厉害，怎么就知道骂我？你就只知道窝里横，对外人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打死你个！住手！爸妈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闹成这样？你别叫我爸，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离晚宴开始的时间就剩2个小时了，你在干嘛？哼，爸，别急嘛，这不还有2个小时吗？你还嫌时间长？别忘了你昨天夸下的海口。别着急嘛。我看你就是没这个实力，只知道吹牛。从昨天晚上回来到现在，门都没出过，你怎么想办法？难道等这邀请函掉到你手里吗？他的确是非要掉我手里。行了，不用跟他多废话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怎么了这是？妈，你干嘛呀？晚宴马上都要开始了，你问问你的好丈夫都在干嘛？不是啊，叶浩，你连个电话也没打过，不会真的是骗我们的吧？我怎么会骗你们？我说到就会做到。现在不是还没开始吗？叶浩，我那么相信你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不会的。今天的邀请函你要是弄不到，我们就彻底沦为人家的笑柄了。放心，你们都放心，我非常有把握。到时候我们不但要自己抬得起头，更要让他们都抬不起头。叶浩，听你吹牛都听够了，你要拿出实际行动，不是靠嘴吹的。你看人家李楠，说能弄到邀请函，立马就能弄到。那才叫本事，那才长脸。没有行动，我说有什么用啊？哼，行，那我就不说了，我们就看行动。我丑话可说到前头，你今天要是再让我们失望，就立马滚出我们家。爸，别这样。你闭嘴！不要紧，珊珊，我保证说到做到。那你的邀请函什么时候能弄到？快了，既然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先去一趟商场置办下行头吧。你还有钱置办行头？又吹牛，他才出狱2年，工作都没有，哪来的钱置办？怕不是买些地摊货敷衍我们？好啊也好，你竟然想用地摊货羞辱我们！想太多了吧？你们不愿意去，那我就让商会的人把衣服直接送到京北山庄。越说越离谱了。叶浩，别逞强了。放心，也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当然是宴会的举办地，京北山庄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叶浩到底是真本事还是假本事。哇，京北山庄好美啊！那是，这可是京北商会的资产。
这是顶级富豪的圈子，可不是咱们小门小户能比的。所以我爸非要那个邀请函不可。哼，低等货色才需要邀请函。什么意思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停下！走吧，我们直接进去。可是没有邀请函，我们怎么进去啊？放心，别人进要邀请函，我们进不需要。少来！你是想让我们丢人吗你？少来！你是想让我们丢人吗你？哟，这不是老三吗？老三，你们还真敢来呀！你们能来，我们凭什么不能来？你们是来搞笑的吧？你们的邀请函呢？我怎么还藏着掖着呀？你们的邀请函是金子做的呀，看一眼都不行吗？李楠，我爸爸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敢？长辈？没听说过哪个长辈欠家里钱还被赶出来的。你行了，老三，既然你来了，就把邀请函拿出来，那我们也承认你有本事。爸，我们还没有邀请函，是叶浩带我们过来。原来没有啊？那你们干嘛来了？想偷偷蹭进去？还是丢人现眼来了？笑完了没有？太好笑了，还能多笑一会儿。需不需要我叫医生替你们看看，看看你们神经哪里出问题了？啊，你，哼！我们来参加宴会不需要邀请函。我让你去挂号看你的精神病，你没去啊？邀请函都没有，你怎么参加宴会啊？不用你管，反正我们能进去。等等，越说越离谱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家一辈子也别想迈进这个门。叶浩，不用理他。哎呀，那你就好好看着我，到底迈不迈得进去？你算了，别跟他们在这扯了，我们进去吧，宴会都快开始了。说的对，别让他们影响了我们赴宴的心情。哼，也是，在这门口杵着，我们也跟着丢人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别挡道。碍手碍脚。哼，老三，还是乖乖待在这里吧，别给这小子忽悠到沟里去了。叶浩，我们家被你害惨了，真想你。爸，你看着吧，他们进不去的。叶浩啊，叶浩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装啊？人家都拿着邀请函，你屁都没有。他就是个骗子，别和他吵了，没用的。珊珊，妈妈说什么来着？我们就不该信她的话。叶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说好的邀请函一张没见到，还非要说什么不用邀请函就能进。珊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骗了我们？相信我，珊珊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得了吧，当初结婚你就骗了珊珊，现在装什么装啊？还要我说多少遍？我没有做过，是叶家陷害我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扳倒叶家，让真相水落石出。你就吹吧，这里的门都进不去，还做梦掰倒叶家？那，这是我们的邀请函，麻烦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进去见见那位昆仑先生了。还没检查好吗？对不起，你们不能进去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先生，你们被限制入内，取消宴会资格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好，请问一下，
我们的邀请函有问题吗？难道是假的？邀请函没问题，是真的。啊？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有邀请函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？对不起，你们已经被举办方限制入内。南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小保安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有邀请函，你必须让我们进。对不起，我们接到了通知，你们进不了。哼，笑完了没有？没有，这么好看的戏，我笑不够啊。怎么回事？啊，原来叶浩说的是真的。姐夫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可恶！看就是这个保安摆谱，为难我们。原来如此，那不是很好办吗？姐夫，你可是昆仑先生的朋友啊。是啊，你，对，就是你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和今天宴会的主角昆仑先生是朋友，不让我进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真进不了。把你们领导给我叫来。这里是京北山庄，请注意你们的言行，迅速离开。好你个小保安，怎么那么嚣张呢？今天我们偏要进。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伤到了我爸，你们赔得起吗？请不要难为我们。你敢拦我们一下试试？走，我们进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们被限制进入，不要自找难看，赶紧滚！姐夫，既然他们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就走吧。姐夫，你先起来。为什么？难道那个叶浩真是什么大人物？还不快滚！叫什么叫？吓人一跳！哎，走吧走吧，我们先回去再说。姐夫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有邀请函都进不去。我怎么知道？可恶，居然在一个保安面前丢脸！哼，瞧他们幸灾乐祸的样子，明明他们连邀请函都没有。叶浩，还真让你说中了啊，他们还真进不去。瞧他们刚才在保安面前丢人的样子，真是解气。就要让他们丢人现眼。哟，你们不是有邀请函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关您什么事？我们不去了。不去了？难道不是因为进不去吗？少说风凉话，搞得跟你们能进去一样。就是，我看你们怎么进去。我们还真能进去。啊？哼，吹什么牛啊！你们要是能进去，我就去吃屎。此话当真？当然，我就不信了。好，那就赶紧去厕所等着吧。他这么自信，该不会真能进去吧？哼，不可能，我们有邀请函都进不去，他有什么资格？爸妈，我们进去吧。叶浩，这……放心。哼，我看你们一会儿怎么丢人。叶浩，真的能行吗？他们有邀请函都进不去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别被人赶出来了。放心吧，这次跟着我就行了。这次一定得争气，他们一堆眼睛都盯着我们呢。走，我们是来参加宴会的。你好，请出示邀请函。我没有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没邀请函还敢来？赶紧走，别打扰我工作。你们看，我就说他们也进不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
真是自取其辱。你可以去通报，就说是叶先生。难道是上头的人？队长，门口有位叶先生。警戒！得罪了他，我们都没好果子吃。是，对不起，请叶先生恕罪。您请进。我要邀请函了。不用，刚才队友得罪，还请叶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他们是我的家人，和我一起进去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就这么简单，放我们进去了？请进。哼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们怎么进去了？这不可能啊，绝不可能！关键是人家真的进去了呀！这也太打脸了吧！置我们这些人于何地？肯定是那小子说了什么花言巧语，欺骗了保安才进去的。你说，这小子会不会有什么背景？不可能，他总共离开京北6年，期间坐了4年的监狱，有什么背景啊？顶多监狱里认识几个混混什么的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这里面一定有我们想不到的事情。这叶浩一回来就给我们惹麻烦，简直不把我们吴家放在眼里。太丢人了，一定得好好治治他们，出气。你们等着，我再过去询问清楚，我一定得要个说法。姐夫，你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怕我惹毛了，我把昆仑先生搬出来。你还想做什么？你好，我想问，喂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你谁呀？我可是昆仑先生的贵客。就你，那我还是昆仑先生呢。滚，别打扰我工作。你快滚，不然揍你啊！叶浩啊，我们真该对你刮目相看啊！你还真能把我们带进去。这下是真争气呀，他们估计都气坏了。我承诺的事情当然要做到，这都是小事。你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身份了？李楠这么厉害，他都进不去，你却能做到，你绝对不是一般人。你说，你出狱后的2年干嘛去了？就是啊，你该不会是在监狱里认识了什么大佬吧？哎呀，你们就不要多想了，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。总之，1个月的时间，我处理完叶家的事后，所有的一切我都会和你们讲清楚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也不问了。你今天让我们家长脸了，我就高兴。更高兴的还在后头。要说这宴会也没啥看的，连那个什么千亿富翁昆仑先生的面我们都没看见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他的欢迎晚宴他不露面。哎呀，我说爸妈你们也真是的，人家这种大人物，我们怎么能说见就见的？哼，还是别想这些了。总之，在家族面前长脸就行了。也是啊，京北市的大人物都来了不少，也算是有所收获。可惜没能看到那帮人黑脸的样子，不然会更解气。哎呀，怎么说都是一家人，这次就算了吧。明明是一家人，却处处被针对。这次要不是叶浩，还不知道要被他们怎么奚落呢。是啊，今天多亏了你。你放心，珊珊，以后也不会让你受委屈。爸打来的电话，他现在给我打电话干嘛？你管他打电话干嘛？你先接呀。我接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喂，爸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从明天起，你和珊珊都不用来上班了。为什么呀？是忘了。还有，欠我的300万，什么时候还给我？
让我缓缓。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嘘，300万不是说过段时间再给您的吗？现在怎么突然？那是我的钱，我想什么时候要回来就什么时候要回来。爸，这么突然，我上哪儿给你弄300万来呀？既然还不上，我就把你的公司收回了。你不行，我就让行的人上。我准备让李楠接手你的公司。爸，你怎么都不商量就把我给踢出去了呢？你还不上钱，当然要用你的公司抵债了。你们尽快办理交接吧。喂，爸。完了，爸，怎么了？是啊，啥事儿啊？给你搞成这样？你爷爷突然要把我的公司收走。啊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这么突然？看这个架势，要把珊珊一家从吴家踢出去。哼，我不会轻易让他们得逞的。你说啥？收回公司？唉，爸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哪知道为什么？是不是今天的事惹他们不开心了？他们合起伙来故意刁难我们？啊，有这个可能。我本来还想着靠今天的事在吴家翻身呢，没想到现在反倒公司都被收走了。都是一家人，到底想干嘛啊？为什么这么针对我们呢？爸妈，珊珊，不用担心，公司他们收不走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解决了。这下看他们怎么猖狂。等接手公司，我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。不过，我们这样打压老三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那个叶浩不会真的有什么背景吧？他说他是昆仑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他是昆仑，你不如信我是昆仑，你就放心吧。他怎么可能是昆仑？我都打听过了，我一个同学也参加了今天的宴会，那个叶浩根本就没有什么背景，估计就是靠一个朋友进去的，全程和那些达官贵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那就好。既然如此，不足为惧。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今天在京北山庄折了我的面子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我不仅要收回他们的公司，下一步还要他们滚出吴家。就是，这一家子都是白眼狼，尤其是那个叶浩，爷爷在那儿，他显摆什么呀？我保证接手公司之后让他们没有生存之地。李楠楠，这老三的公司交给你以后，你可要努力啊！可惜，明天有个生态园开发的项目，我是赶不上来。不过没事，以后靠你的人脉，一定能多接几个项目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努力。谁呀？哎呦，李主任打的电话，这可是个大人物啊！喂，李主任，晚上好啊！明天生态园开发的项目，你们吴家可以去竞标。什么？这么大的项目，我们吴家有资质吗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准备一下招标计划书吧。好，我们明天一定去。什么事儿啊？好消息，明天生态园开发的项目，李主任让我们去竞标，这可是个大项目啊！要是竞标上了，那我们吴家可就在京北打出牌面了。好事儿啊！那明天你就去吧。不过他要一个招标计划书，赔得起吗？我记得以前我们申请过这个项目，应该有招标计划书。你们还记得这个招标计划书是谁做的吗？
我也不清楚。明天就要了，拿不出招标计划书，我们连竞标资格都没有。我知道。啊？快说，是谁做的？是吴珊珊做的。这一家阴魂不散呐！吴珊珊，怎么会是他做的？之前想着反正拿不到这个项目，就随便安排他做了一份。现在再重新做也来不及了，只能用他做的那一份了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他们家却派上用场了。小松，你和你姐夫现在去找吴珊珊，务必把这个招标计划书拿到。他要是不给怎么办？哼，他敢！要我说，你们就放心睡吧，不用太担心了。我保证，到时候吴爷爷会亲自请你们回去主持工作的。怎么可能？现在别说主持工作了，能不把我们赶出吴家都是好的。放心吧，我说能就一定能。来了，是你们？没想到你们住这么小的房子呀，有100平米吗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是来拿生态园开发项目的计划书的。这是我们公司的项目，赶快把计划书交出来。这时候知道来找我要计划书了，看来是有资格竞标了。不过计划书是我做的，你们说拿就拿。吴珊珊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我的心血凭什么交给你们？你还真把自己当盘算了？你不就是给吴家打工的吗？我懒得跟你废话，赶紧给我拿出来。不行，计划书是我辛辛苦苦做的，你们别想空手套白狼。你们都要收回我们的公司了，还要珊珊无条件配合你们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如果没有珊珊，你们还有资格参与竞标吗？你搞笑呢？李主任可是亲自打电话让我们参与竞标了。我们有没有资格，是你一个瘪三能决定的吗？再说了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我最后再警告一次，你们不要不识好歹。爷爷说了，你要是不交出来，今天就把你们从吴家赶出去。我劝你还是乖乖交出来，这样对谁都好。放肆！我们家还轮不到你们在这撒野。哼！我们得到我爸和爷爷的指令，今天你们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太欺负人了，你们！我说什么都不会给的，除非爷爷给我们一个说法。你要狗屁说法！我再说一遍，拿出来。你们就是要这个吧？给你们。1号，你干嘛呢？哼，这不能给啊！没事，给就给了。1号，哼，没事，相信我，珊珊。还真是那份计划书。叶浩，还是你比较识相。赶紧快滚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哼，下次再收拾你们。等等，计划书也给你们了，我爸的公司就不会收回去了吧？你说啥？你们未免太天真了。爷爷不仅会收回公司，连你们都会被赶出去。什么？你们？今天就先放过你们，姐夫，我们走。吴珊珊，你要怪就怪叶浩吧，
计划书可是他亲手给我们的。叶浩，你怎么能把计划书给他们呢？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，他们把计划书拿到手，对我们就更没有任何顾忌了。是啊，你不该自作主张的。你们放心，我有把握，他们会过来请你们回去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在说胡话呀？爸，之前你们不相信我能把你们带进京北山庄，我做到了。或许你们现在还是不相信我，但是我这次还能做到。行，叶浩，我就什么也不问了。我就再信你一次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放心，我给你的只有希望。叶浩，你究竟在瞒着些什么呢？爸，你说竞标能成功吗？我们什么都没准备。放心，我和李主任还是有点交情的。这个项目已经是囊中之物了。那就好，这可是个大项目，真能成，我们吴家可就高人一等了。啊，整理一下仪容仪表，给李主任留个好印象。你们二位可以进去了，李主任差不多看完企划书了。好，谢谢。请随我来。李主任，您好。你们是？昨天您给我打电话，我是吴家的吴老二，我们以前一起吃过饭的。哦，怎么没见吴家的吴老三和吴珊珊呢？李主任怎么会突然提起吴珊珊？李主任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我是吴家的代理董事长，这位是我女婿，也是非常有实力的。以后这个项目啊，也是由他主导。您说的那两人啊，其实是吴家最无用的人，昨天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公司接下来会由更得力的人接替，李主任大可放心。哦，开除了呀？那你们回去吧。啊，是已经确定好了吗？哼，想得美！我不管你们是谁来接手，只要他们不参与的话，你们吴家就没有竞争这个项目的资格了。什么？李主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看过吴小姐的计划书，觉得她非常合适，作为负责这个项目的不二人选。昨晚您说是让我们吴家来招标，其实八九不离十，就是定下你们吴家。可现在吴小姐都被开除了，那我们只能让其他公司干了。李主任，吴珊珊虽然被开除了，但您放心，我一定比她做得更好，我更有实力。我还认识昆仑先生。是吗？当然，说谎又如何？先拿下项目为重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再说一遍，这个项目只有吴小姐亲自参与，我们才会让你们吴家干。为什么非要是吴珊珊呢？你们听不懂人话吗？明天早上8点，吴珊珊小姐亲自来交计划书，要不然这个项目是不会给你们吴家的。听懂了的话就出去吧。行，那我这就回去安排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爸，真的要让吴珊珊他们回公司吗？当然不可能。先回家告诉爸这件事，再做定夺吧。喂，徐会长，麻烦您跟昆仑先生说一下，事情已经按照他的意思办好了。怎么样，项目拿下了吧？李楠，怎么回事？李主任听说我们开了吴珊珊，突然不愿意我们负责这个项目了。
什么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具体原因我们也不太清楚。那个李主任非要吴珊珊过去，这个项目才给我们吴家。李主任怎么会和吴珊珊他们有联系？不清楚。哼，这个吴珊珊，我还真是小瞧她了。爷爷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不会真的要让那个吴珊珊过去吧？难不成放弃这个大项目吗？先去找珊珊。啊？那公司呢？难道到手的鸭子要拱手让人了吗？他们的公司就还让他们先管理着吧，等拿到了项目再说。这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？这么大的项目交给吴珊珊，他们家趁此机会做大了怎么办？如果公司落到他们手里，说不定吴家都会被他们掌控。放心，他们翻不了天。珊珊对于我们来说，只是一枚棋子，棋子而已。也是，等拿到了项目，还是我们说了算。也只好这样了，先拿到项目再说。这个项目粗略估计会有几个亿的收益，到时候我们吴家能在京北市横着走了。小松，你和你姐夫再去一趟吴珊珊家吧。好的，爸。记住，这次是求别人，事关重大，一定要注意态度。我明白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我居然有一天要去求吴珊珊，可恶！来了，谁呀？三叔。又是你们两个，你们又想干嘛？三叔，这是我们俩给你们带的礼物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你们俩到我们家竟然拿礼物？三婶、三叔，珊珊呢？我们过来找珊珊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计划书不是都给你们了吗？这……我们也不知道珊珊去哪里了，她一大早就和叶浩出去了。那你给他们打电话呀，赶紧让他们回来，家族内有大事呢。什么大事啊？事关重大。三叔，你赶紧打电话吧，等会我给你解释。行吧。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啊？关机了？怎么会关机呢？你打叶浩的电话试试。叶浩的电话我们哪儿有啊？他总共才来了2天。他是你女婿，你怎么能不存电话呢？你还没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你们别管了，先联系上他们再说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不说清楚，我不会帮忙的。你不要问了，总之现在得马上找到珊珊，有急事。今天要是找不到她，你们都得完。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吧？事关10个亿的事，怎么能叫夸张呢？啊？爸打来的吗？怎么不接？哼！啊？干嘛关机啊？放心，不是什么重要的电话。叶浩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忽然说要带我出来吃饭，还把我手机也关机了。你就听我的吧，明天我会告诉你的，给你个惊喜。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整整他们。什么意思啊？信不信你今天要是不开机，整个吴家都得疯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就是要他们尝尝这种滋味。神神秘秘的。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
你倒是会挑地方，这里吃一顿得花不少钱吧？你喜欢就行，不用担心其他的。那我把你吃垮了，可别怪我。你尽管吃。哎呦，他们俩到底去哪儿了呢？接电话呀，怎么还打不通？三叔，你接着打呀！你自己看，我这不是一直打着呢吗？一直关机啊！这么好的机会都能错过，这个吴珊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怎么说话呢？你要再这样说，我就不找了，你自己找去。我错了，三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三叔，求求你，你放手！我不放，你可一定要找到珊珊呐！喂，爸，有事吗？人为什么还没找到？吴珊珊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啊！爸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废物！是，我是废物。爸，您别动气，别伤到身子。这个吴珊珊肯定是故意的，你们发动所有人去找，今天找不到，谁也别睡觉。我就不信这吴珊珊还能飞了。是，好的。他们找珊珊准没好事。我现在就安排所有人全程去找。哇，三叔，你干嘛吓人呢？你们这么着急找珊珊，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？三叔，你说什么呢？都是一家人，我们怎么会害珊珊呢？就是，这是10个亿的大好事啊！过来啊！你们去哪儿？不找珊珊了吗？当然要找，我们现在就安排所有人全程去找。他们这……哎呀，怎么搞的？珊珊跟通缉犯似的。叶浩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取我们之前订的衣服。我都差点忘了这茬了，你还真订了衣服。当然是真的，高定店制作需要时间，正好今天顺道。叶浩哪里来的钱买高定？叶浩，这么晚了，我们还不回家吗？今天就当度假，带你住5星级酒店。哇，怎么又是关机，又是吃饭买衣服，还住酒店呢？叶浩，这么多小花招，你哪儿学来的？不说实话，小拳拳捶你！宠老婆还需要学吗？我和你说正经的呢。不理你了。我也是说正经的，让你守活寡守了这么多年，你恨我吗？没有，我不恨你。别哭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都会好起来的。请问有什么要我帮助的吗？要一间最好的总统套房。你等等，太贵了吧？这算什么？放心住，今天谁也别想找到我们。珊珊，你的手机可以开机了。你怎么今天起这么早呢？30多个未接电话。放心，都是吴家那帮人打来的。别卖关子了，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也没什么，你做的那个计划书，也就是生态园开发项目，还记得吧？当然。上面已经决定让吴家做了，而且还点名必须让你负责。你说他们能不着急吗？我没听错吧？非得让我去做？为什么呀？当然是因为你的计划书做得好啊。这么大的项目，不可能就因为一个计划书就指定我。1号，这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真是因为你的能力，
我老婆呕心沥血写的标书，你要相信自己的优秀啊。你少来，我用心是没错，可又打来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都交给我。喂，叶浩，怎么是你？让珊珊接电话。我接就够了。那你和珊珊现在在哪呢？我们在宾馆睡觉。怎么了？什么？整个吴家一夜没睡，你们却在宾馆睡觉？怎么了？我和我老婆睡觉犯法了吗？赶紧让吴珊珊回来！哎，急什么？我老婆还没休息好呢。叶浩，我警告你！是生态园的事吧？啊，你知道？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呀。你知道你们装什么蒜呢？我们都急疯了！你们急疯是你们的事，我和珊珊睡得可踏实了。少废话，赶紧回来！8点就要去见李主任了。你让我们回，我们就回啊，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想怎么样？简单啊，你和你爸，还有你那个什么狗屁姐夫，过来酒店亲自请珊珊，不然珊珊是不会去的。叶浩，你不要太过分！但叶浩真敢挂我电话！什么情况？不就倒杯茶的功夫，你怎么把手机摔了？爸，这叶浩太不像话了。他说要让珊珊去的话，就必须现在我们都去酒店请他。什么？这小子是疯了吗？就是，他和吴珊珊什么东西，也配我们去请他们？不好，都7点多了。这个叶浩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？小松，冷静一点。爸，你教我怎么冷静？我们面子往哪搁？是面子重要，还是钱重要？爸，现在都7点多了，没时间了。他说什么就依什么吧，要跟几个亿过不去。知道了，今天先忍着，等项目到手。没错，合同签完，我们再好好收拾他们。快去吧，叫上你姐夫。好嘞。等会儿他们都会来宾馆请你，好好出了这口恶气。啊，会不会太过分啊？他们欺负我们，指着鼻子骂我们的时候，不过分吗？记住，既然别人指定要你去签字，你就争取把项目握在自己手里，钱不能让那帮混蛋给挣了。好，他们真的会来吗？他们那么傲慢的。你就安心等着吧。真的来了。我就说嘛。叶浩，走啊。走个屁！叶浩，你太过分了，竟然让我们这么多人来这种地方请吴珊珊啊！你们可以不来啊，又没逼着你们来。你行了，珊珊、叶浩，我们也来了，那就赶紧走吧，马上就来不及了。你们就这个态度啊？你想要什么态度？之前家庭聚会上，你们把我们骂得那么惨，怎么也得道个歉啊。想不到你们这么小心眼，说你们几句而已，又不会掉块肉。切，今天我们就小心眼了，怎么样？别添乱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你们的长辈，道什么歉呢？你是长辈，你有一点当长辈的样子吗？他居然真想我给吴珊珊这个小丫头道歉。珊珊，我是你二伯，你跟我走。他就是个疯子。二伯，他是我丈夫，我都听他的。你行，道歉是吧？我为之前的言行跟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他们呢？小宗、云南，道歉。快道歉！当初不就是你吩咐我敲边鼓的吗？现在又叫我道歉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虽然不情不愿，但居然真的道歉了。
叶浩果然说到做到，不愧是我的男人。这道歉道得不太有诚意啊！你还想怎样？你们记住，今后敢对我们再有半点不尊重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小子到底哪来的底气？该不会他真的和昆仑先生有什么关系？我居然会被他镇住！行，你说什么都行。现在能走了吧？总共还有15分钟，要是耽误了，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。珊珊，你觉得呢？行，走。走吧。李主任，你好，这位就是吴珊珊。哎呦，您就是吴珊珊小姐，果然才貌双全呐。李主任客气了，感谢李主任对我们吴氏集团的信任。不是对吴氏集团，是对吴小姐您呀。啊，我什么时候这么大魅力了？叶浩到底干了什么？哎呀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李主任您太客气了。您先坐啊。什么情况？李主任居然对吴珊珊毕恭毕敬。我让你们坐下了吗？这是。李主任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懂的。对不起。爸，愣着干啥？对不起。没想到我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。吴珊珊、叶浩，你们等着瞧！李主任，这2位都是我的亲戚，大家一块坐吧。算了，看在吴珊珊小姐的面子上，你们坐下吧。好。他一句话我就可以坐下了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李主任，这是我修改好的计划书，请您过目。吴小姐的能力有目共睹，我们都非常认可。计划书之前的版本我已经看过了，非常完美。要不您再看看？不用了，我们都讨论过了。有了这份计划书，这个项目你们一定能够做好。李主任，是不是说这个项目就给我们吴家做了？目前我们收了几十份计划书，吴小姐的这个得分是最高的。之前我们考察过吴家的实力，完全可以胜任。等会儿吴小姐在投标书上签个字，再走一个流程。3天之后再来签合同就行了。哎呦，那真是太感谢您了，李主任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有实力、有信心干好这个项目。少说大话，这都是看在吴小姐的面子和能力。要是你们俩过来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那是。字也签完了，李主任，谢谢您。哎，这我可受不起，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吧。还有，李主任有什么吩咐？你们将要全力配合好吴小姐，听见没？是，您放心。您放心。走吧，不想看见你俩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珊珊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，二伯？珊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个李主任为什么偏偏这么中意你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就是我的计划书写得好。别装了，你看那个李主任看你的眼神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和那个李主任是不是背地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你是不是做了他的小三儿？二伯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你一个长辈该说的话吗？爸，你看他急了吧？就是。你们……爸说的没错，不然凭一个狗屁计划书就能拿到几10亿的项目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要是认识那个李主任，天打五雷轰。这么说，
还真是看中你的计划书，这可能吗？那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行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这个项目跟你就没有关系了，以后经营的事情交给我们就行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卸磨杀驴？哼，卸磨杀驴？你还知道自己是头驴啊？李楠，你放尊重点。都被李主任玩过的人了，还装什么呀？我没有。好了，有事上车再聊，可别被李主任听见。好，回家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进去！叫屁叫！你干什么呀？很疼啊！你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，我们3天过后来签合同就行了。可你们别忘了，李主任说的，这个项目要交给我负责。珊珊，你也太幼稚了。就是，中标的事情定了之后，以后的事情可不是李主任能说了算的，一切都按合同办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真是卑鄙。对，我们就是卑鄙，就凭你和叶浩才想干这么大的项目，你知道要投资多少钱吗？你还是乖乖回去和你的叶浩秀恩爱去吧，你说是吧，爸？就是，对了，珊珊，你爸的公司我们照样收走，你们照样避免不了被吴家逐出家门。太过分了！你们答应过的事情就跟放屁一样。是你太幼稚。今天早上故意难为侮辱我们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我迟早会收拾你们。真是太过分了，这是人干的事情吗？小姑娘出言不逊，给我下车！老子听不惯你这个口气，出去！你们给我等着，叶浩会替我讨回公道的。珊珊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吵就知道吵。别急，珊珊出马一定能搞定的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事情顺利吧？叶浩，珊珊这情绪不对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谁欺负你了吗？对呀，闺女，怎么了呀？这是受什么委屈了？二伯他们也太欺负人了。我刚签完字，他们就翻脸不认人。他们说我已经没用了，把我从车上赶下来，甚至还说我和李主任有一腿，气死我了！什么？这帮人还是不是人？他们竟敢欺负我的女人，还造黄谣，找死！他们还说我们的公司还得收回，还要把我们赶出吴家。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我没想到他们比我想的还要坏。这就去找他们。这次我们绝对不能妥协。都是一家人，他们为什么非要这么对我们呢？妈，我算看清楚了，他们从来没把我们当一家人。给他们机会，他们不珍惜，看来得提前亮出底牌了。叶浩，你到底藏了什么底牌？珊珊，你放心，这次我绝对不会轻饶他们。先别管这些了，折腾这么久，吃早饭吧。怎么啦？还是心里难受，吃不下。说到底，人家有钱有势，我们没钱，斗不过他们的。谁说我们斗不过？你们跟我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吴家，一定叫到他们天翻地覆。叶浩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我能不能正常一点？我很正常好吗？我说过我就是昆仑，你们都不相信。那行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叶浩到底是什么人。
叶浩啊，要不去他们吴家的事情先缓缓，你先去精神病院挂个号吧。你们还是不相信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就是身家几千亿的昆仑先生。妈，你说的对，这病得治。珊珊，你……爸，你开车，我们抓紧先去精神病医院吧，这个事情拖不得。行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去什么精神病院？你们还真以为我是精神病啊？你们给我等着！喂，徐会长。叶先生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去吴家，带上那个李主任。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让你去就去，废什么话？要让吴家完蛋。好的，叶先生，我马上到。另外，再给我准备1个亿的现金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舒服喽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叶浩，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？京北市商会会长，也就是京北市的首富徐东。啊？首富？你怎么会认识他？我的天哪，难道你真的是……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先吃饭吧，今天非要好好治治他们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叶浩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那必须的。现在这个项目基本上就定我们了，几个亿的利润，大家等着分成就行了。太好了，不过，我们这样对珊珊和老三他们家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毕竟没有珊珊，我们也拿不到项目啊。哎呀，爷爷，你就放心吧，他们家就像一只蚂蚁，我们随便踩随便捏，他们也翻不了天的。可是老三毕竟也是我的孩子。爸，在吴家，只有我们才真的对您好，老三他们只是个累赘，只会给吴家找不完的麻烦。你看他们哪天不和我们作对啊？你说的对，我有你们就够了。这就对了嘛，到时候我们挣了钱，给你买个好点的棺材不就行了吗？松，你怎么和爷爷说话的？哼，太不像话了！爷爷，你消消气，小松说话不过脑子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他吧。我替你出气。姐夫，快和爷爷道歉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爷爷，我说错话了。老松啊，你还真得向你姐夫好好学学怎么为人处事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他们不过是比我们装，一个个装得多尊重老死似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对于我们吴家来说，都是值得高兴的一天。明天我在京北饭店再摆几桌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那感情好，姐夫，这么大喜的日子，你可不能小气。行，我把别人送我的好酒全拿出来。太好了！老大不小了，还这么沉不住气，差点就让老不死发现了。还是女婿靠谱，到时候大家不醉不归。不过，爷爷您可得悠着点儿。过来。啊！你看看你姐夫，把老布死吼得团团转，再看看你自己。知道。董事长、总裁，打扰了，外面有人求见。什么人找到家里来了？这么晚了，我见。可是对方说他叫徐东。徐东？谁啊？很有名吗？他说他是京北商会会长，还有一个自称李主任。什么？徐会长和李主任？愣着干嘛？赶快请进来！爸，
这个徐会长是不是京北市的首富啊？就是他呀，是个一掷千金的主啊！平时见他一面都难，我去求见过几次，人家都不理我。那他怎么今天和李主任一起找到我家了？李主任都来了，八成是因为项目的事儿。哼，我看也是。这可是好事儿啊！京北首富都到我们家拜访，证明我们吴家在京北市有一席之地了呀！果然之前的苦没白吃。扶我过去，我们一起迎接贵客。吴秘书，快请贵客进门。是。哎呦，徐会长、李主任，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二位有何贵干呢？你就是吴家当家的。徐会长，我爸已经退休了，现在是我全权管理吴家的大小事务。就凭你能掌控整个吴家？徐会长，我的能力在吴家也是有口皆碑的。那你知道今天我们来是干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您能来我们吴家就是蓬荜生辉，平时想见你们一面都难呐。您真是仪表堂堂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我问你，你们吴家最近得罪过什么人没有？得罪人？是不是你小子又嘴贱了啊？爸，我没有。爸，事情还没弄清楚呢，你别先动手啊。就是啊。小松，你也好好回忆回忆，最近……姐夫，你也不相信我？只有我看别人不顺眼，他们得罪我的份，我怎么会主动得罪别人呢？看来就是这个傻缺得罪大佬了。徐会长，您给我们指条明路吧。你们再好好想想。真没有啊，我们吴家向来不惹事不闹事，老实的很呐。我爸装的那叫一个熟练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？可是怎么有人让我过来收拾你？什么？有人让您亲自过来？小宗，你快交代，最近有没有惹什么祸，得罪什么人？我都说了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惹事啊？徐会长，您是不是弄错了呀？爷爷，我孙子很乖的。乖？李主任，你告诉他。是，今天早上吴小姐在我办公室的时候，我说的很清楚吧？生态园的项目必须是吴小姐负责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这个，徐会长、李主任，你们不会是为了吴珊珊的事情来的吧？你以为呢？可她就是个黄毛丫头啊！她这么个小人物，怎么请得动你们两位大人物啊？哼，你说吴珊珊是小人物，你知道她是什么身份吗？她不就是我的侄女，吴家的一个小角色吗？唉，死到临头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闯了大祸了。两位领导，我是吴珊珊的爷爷，有什么话你们可以直接说。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爷爷，你不用问了，我猜到了。你猜到什么了？女人嘛，肯定是跟哪个大人物发生了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。出言不逊，张嘴。是。你敢打我？小爷和你拼了！住手！爸，你别拦着我，他都敢打我！你给我闭嘴！打你怎么了？你知道徐会长是什么人吗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对不起啊，徐会长，是我儿子不懂事。您教训的是，但我们还是不太明白。这吴珊珊一直在吴家长大，
也没听说有什么其他的身份呢。看来这家人真不知道啊，难怪这么不怕死。这吴珊珊，这时候谁会来啊？是他来了。他是谁？哟，这么多人，好热闹啊！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怎么不欢迎啊？没看见我们家正在招待贵宾吗？让开，叶先生，您来了。啊？好，什么情况？叶先生，我们正在按您的吩咐对吴家。徐会长，你办事的效率可真高啊！那是。您安排的事情，我肯定立马得办啊。叶先生，叶先生您好，终于见到您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小李，这次生态园的项目就是我办的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就是你不头不顾尾，让珊珊受欺负。不，叶先生，这不是我指使的呀，是他啊，是他欺负夫人。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二伯，你3番4次侮辱算计我们家，今天是该老账新账一块算了。呀，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？到底是谁？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就是昆仑呢。什么？叶浩，你果然一诺千金。那当然。完了，叶浩竟然是昆仑先生！太好了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这不可能！昆仑先生身家几千亿，享誉世界。你在监狱里蹲了这么久，刚出来2年，怎么可能是昆仑先生？徐会长，你可千万别被这小子给骗了呀！切，不想和傻子说话。对呀，我在国外见过昆仑先生，根本就不是他。李楠，凭你的身份，怎么会有见我的资格呢？反正你不可能是昆仑先生。够了，叶先生就是昆仑先生，他是我们京北飞了大功夫请来的客人，怎么可能有错？知道什么叫能力吗？对我来说，挣几千亿2年就够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之间，这家伙就成昆仑先生？老三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爸，你们因为我也受了不少委屈。妈，珊珊，我今天一定好好补偿你们。有你这句话，值得了。妈，你看，我就知道没选错人。咱们家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徐会长，我让你准备的1个亿的现金呢？都准备好了，提过来。是，去把钱提过来。是。不会吧？那可是1个亿。这是一部分，剩下的在车里。切，肯定是假的。这竟然是真的！叶浩，你真的是昆仑先生？现在才信，晚了。徐会长，这1个亿我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上了。哎呀，谢谢叶先生，不着急的。叶浩，你拿1亿做什么？这1个亿是给你和爸妈准备的，这是我补给你们的彩礼。这也太多了吧？都是小钱，以后我给你们的钱会越来越多，怎么花都花不完。叶先生，那吴家该怎么处置？那好办啊，你想想办法，让他们破产。叶浩，不，叶先生，之前的事都是误会，你可千万不能放在心上啊！既然你这么有钱，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。对呀，再怎么说，我们也都是一家人呐。哼，你们还真是有意思。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二老被你们在宴会上撵出来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是一家人呢？
没错，就是啊。你们收回我爸的公司时，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你们把我逐出吴家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叶浩，欺负珊珊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一家人呢？现在说是一家人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都怪你，李楠，都是你从中搞的鬼，误导我们。哎呀，你才是什么本事都没有，一直吹牛说大话，得罪了我侄女婿，你担得起吗？滚！是，爸，害他们家一直以来可都是你的主意啊！你怎么能都推到我身上了呢？你胡说什么？当心我大嘴巴抽你！够了，还在这演戏呢！我今天说要让你们破产，你们就谁也跑不了。大侄女婿，你可千万放过我们呀！别一家人不是一家人。这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好了，叶浩，你还把我这个爷爷放在眼里吗？哎呀，原来爷爷你在呀！我还以为吴家已经是二伯当家做主呢。我也以为呢。你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吴家的当家人，你岳父的亲爸，有我在这儿，哪儿容你放肆？哼，爷爷，我就问您一句，我和珊珊把你当爷爷，但你把我们当孙女、孙女婿吗？啊？岳父把你当亲爹，你把他当亲儿子吗？谁说没有？只是现在我有别的安排。是你有安排，你的安排就是把我们家搞得一无所有。你们越活越好，越过越幸福，是不是？胡说八道！叶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！就是，你说我们就罢了，怎么能说爷爷？怎么了？敢做却怕人说啊？你倒说说，我说的哪一条不是事实啊？我都一把年纪了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们的长辈，听我一句，给我个面子。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。你的面子是面子，我们的面子就不是面子了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爷爷，你看，我就说只有我们家才是真心对你好的吧。老宋说的对，老三呐，这就是你找的姑爷，一点礼节都不懂。难道你就看着你家姑爷把我气死在这儿？爸，可我女婿没说错呀，是你们先不把我们当人。你说什么？你真是个白眼狼！当初你出生，我就应该掐死你。爸，别在意，这种气话我听多了。你小子别没大没小的。说了，叶浩也是被叶家抛弃了。叶先生，吴小姐的事我真的不用说了，我刚才就是吓唬一下吴家。李主任，生态园开发的项目可以给吴家做，但是得给我老婆做。我们有资质有资金，就一定能做好。那是，我马上安排。这对你来说都是小项目。话说回来，徐会长，是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吴家的生意做不下去呢？你是铁了心要害我们吴家吗？难道我还开玩笑吗？闭嘴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只要我联合京北的商会对他们吴家进行联合抵制，他们以后在京北市就别想做任何生意，非破产不可。叶先生，您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还有吗？啊，对了，
我查到他们之前做的生意有很多违规之处，我有证据可以随时举报他们。他们这是真的要对胡家赶尽杀绝呀！好，那就去办。是。你们，爷爷，爸，叶浩，你太过分了！都是一家人，你下手这么狠，不是把我们整个吴家往死路上逼吗？你把我们往死路上逼的时候，你想过这些吗？这个臭小子！叶浩，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吴家不能完的，我们立刻把公司还给你们，让珊珊做吴家的总经理，你看行吗？哼，我们珊珊会稀罕一个小小的总经理吗？叶浩，再怎么说也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？是啊，他们是过分，是该接受惩罚，但现在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赶尽杀绝了？你们说的似乎有点道理。对啊，臭小子！珊珊和老三说的对啊。好，既然我爸和我老婆都说话了，那这样吧。真的吗？我们得救了！太好了！我就说你们以后生意也别干了，吴氏集团我收购了。什么？收购？怎么收购啊？就是让他们所有人都去养老，也算是给他们一条活路。你想多少钱收购？3000万。3000万？吴家市值好几个亿，3000万就想收购？做梦吧你！吴松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？啊！这里轮得着你插嘴吗？3000万真的不行，3000万连市值1/10都不到啊！我不是和你商量，这是通知。你们要是愿意，3000万现金马上给你们，你们每个人还能分个几百万。要是不愿意，就等着破产负债累累吧。啊！你这也太过分了！我这是给你们活路，怎么过分了？当初你们把我们赶出家的时候，有给我们几百万和活路吗？和你们比起来，我可真是太善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爷爷，我们千万不能上了他的当啊！三，你也说几句，你就看着一个外人在吴家这么撒野吗？我觉得现在已经够可以了，做了坏事就要付出代价。家伙，老三这个软蛋居然硬气起来了，看你们就是反了。哦，不愿意啊？东南先生请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许会长，明天就按计划行事。是。哼，吴家要是不能在1个星期内破产，我拿你试问。好的，叶先生，您放心，不用1个星期，只需要3天。叶浩，你当真这么无情吗？爷爷，你这话很奇怪啊！我不过是把之前你们的做法用到你们的身上，怎么就受不了了呢？何况我也是念旧情的，不然你觉得我会在这里浪费时间吗？算了，老二就给他吧。不行，3000万把公司给了他，我们吴家就彻底没落了。那也比破产倒闭了好。不行，我不甘心。我也不甘心。大人的事儿，你小孩少掺和。不甘心是吧？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。我再问一次，3000万，公司卖还是不卖啊？该死的叶浩！行吧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哎，你拿去吧。那好，明天3000万我就打到你们账上，赶快收拾收拾，把吴家这个房子腾出来吧。总算走了，爸，你糊涂啊！吴家怎么能3000万给他呢？他这下可就赚大发了呀！爸，你干什么？是啊，爸，你是被叶浩打击过头了吗？你给我闭嘴！还有你，你不是吹牛说你有多了不起吗？你不是说你认识昆仑先生吗？要不是你一直从中挑拨，我们今天会落到这个下场吗？我也没想到，这个刚出狱的小子，竟然是身价1000亿的昆仑先生啊！是啊，爸，姐夫也不想的。好了，
你们都别说了，唉，怪我瞎了眼，放着一个这么厉害的孙女婿不好好珍惜，竟然相信你们这帮废物。还是第一次见爸比爷爷训成这样。那个，要不交给我吧？交给你什么？把叶浩交给我，我找个机会把他给除掉，然后夺回吴家，出了这口恶气。说的容易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人家这么大的老板，能是你能够接触到的吗？今天他既然跟我们摊牌了，那他跟我们就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现在就是异想天开，自取其辱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就这样认命吗？不认命能怎么办？鸡蛋碰得过石头吗？要怪，就怪我们太狗眼看人低了。那生态园的项目我们还能做吗？你做吗？公司都没了，有什么做？你做吗？公司都没了，有什么做？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废物女婿？许会长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今天真是要谢谢你，帮我们出了这口恶气。叶先生，这是哪里的话？还有李主任，也谢谢您。啊，不敢不敢，我都要被叶先生吓死了。能为叶先生效犬马之劳，是我的荣幸。客气。今后还指望您多多关照。行了，你们早点回去吧。那我们就告辞了。珊珊，爸妈，以后吴家就是我们的了。这别墅我们逛一逛，习惯一下。好啊，好主意，走吧。自从分家以后，我都好久没来老宅了，记忆都有点模糊了。以后怕是您要熟的不想再看见了。叶先生，许会长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您让我查的6年前的那个案子，刚收到结果了。您先看下，已经确定就是叶东主谋陷害了你。当年他看您如日中天，怕你抢走了叶氏集团，才设计陷害你。叶浩，您的养父一直知晓此事，是他纵容叶东一直陷害。什么？他们怎么和吴家人似的，对自己亲人也这么恶毒？这帮畜生，为了钱，连家人也不放过。别太难过。爸，您不用担心我，这些其实我早就猜到。许会长，你的调查证明了我的猜测，谢谢你。小事一桩，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他们害我坐了4年的牢，让我背这么脏的黑锅，你们说我能放过他们吗？不能，人善不能被人欺。说得好，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复仇。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您尽管开口。我要让叶家比他们吴家还要惨10倍。不是，我说叶先生啊。爸，您叫我什么叶先生啊？我是您女婿，叫我叶浩就行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的女婿竟然真是享誉世界的亿万富翁啊！这我上辈子是积了多少德呀 ？No No No， 爸，你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。爸，有件事你说错了。什么？我说错话了？爸，我娶了珊珊，才是我积了德呢。好，你们俩过好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你油嘴滑舌乱说什么呢？我是说真的呀，别乱动，我开车呢。叫你乱说，你好好开车啊！叶浩，你现在是厉害了，以后我都没法凶你，管不了你了。你放心，我就算再有钱，都会爱你一辈子的。我永远都会拿你当宝贝，你也永远可以打我、骂我。叶浩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那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啊？公司在国外，你会不会还去国外啊？
我在国外待烦了，现在准备在国内建新公司，以后会经常待在京北市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当然，等我收拾完叶家，创办了新公司，我们就好好过我们的日子。阿东，叶浩最近什么情况？他不是放狠话要收拾我们叶家，这都多少天过去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哎呀，爸，他就是个疯子，有什么本事能收拾我们叶家呀？哼！反倒我现在正在找他，他当众打我巴掌，可能就这么放了他。唉，阿东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别和6年前那样冲动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们刚刚上市，还是低调点好。爸，人家都放狠话踩到我们头上来了，怎么低调啊？没法低调，绝不能轻饶了他。唉，你别忘了，6年前你做过的事，我当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按理说，我们可还欠着叶浩呢。爸，你也太妇人之仁了，什么欠不欠的？他被我们家收养才是欠了我们的。唉，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呢？我不管，6年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我要报现在的仇。有点分寸，别把人给弄死了再惹上麻烦。你放心吧，爸，我都打听好了，他现在就在他岳父家住着，我明天就过去好好收拾他们一顿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算了，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叶浩，这巧。你没吃饭吗？能不能重一点？你捶个腿都捶不好。有人按摩还挑三拣四。你想捶死我吗？捶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就不能轻点儿？是你让我重点啊，那到底是轻点还是重点啊？算了算了，你别捶了，我看你是一点都不用心。和叶浩比，真是差了10万8千里。我怎么和叶浩比？人家可是1000亿富翁。我说的可不是钱。哎呀，那是什么？你比得上人家叶浩对珊珊的感情吗？你要是有人家叶浩半点好，我都能笑醒。我也不差，好吧？当年我从吴家出来，我这个穷日子，不也是为了你吗？哎呦，讲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干嘛？这不是你嫌弃我对你不够好吗？我发誓，在我眼里，就没有比你更美的美女。得了吧你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讲这种话太肉麻了。不过我说真的呀，我们干脆请个保姆吧。不仅能天天给你捶腿，还能洗衣服、做饭、拖地、扫地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干。请保姆很贵吧？怕什么呀？你忘了，我们现在是有钱人了。叶浩才给我们1个亿，我们一定要好好享受一下。依我看呀，1个保姆怎么够啊？要找就找5个。找那么多干嘛？1个做饭，另外4个在一边鼓掌。那毕竟我们有钱呀。看把你嘚瑟的，5个保姆，我们这房子都不够住啊。这房子是不够住啊，但是我们还有老宅呀。等收回吴家的老宅，我们还要买豪车。哎呦，真想不到，这老了还成富人了。这都是沾了女儿女婿的光啊。哎，那我们还坐在家里干嘛？1个亿呢，出去消费去，在这儿净浪费时间。对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这种时候会是谁呀？是不是叶浩和珊珊回来了？去。快去开门。知道了。珊
你谁呀？我你都不认识了，我们见过一次面，你再想想。你说不说？你要不说，我就要关门了。别急呀，既然叶浩不在家，那你们就先陪我玩玩呗。玩什么玩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喂，让开！你们干什么呀？叶浩真不在家呀？你们是谁？怎么闯进别人家里来了？老太婆也在呀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给我出去！叶浩人呢？叶浩出去了。你到底是谁呀？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我是谁。我是叶家的叶东。叶东，你就是把自己老婆搭上，设计诬陷叶浩的叶东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找死是吧？我说的是实话啊，就是你诬陷的叶浩，让他坐了4年的牢。你凭什么说是我陷害他？叶浩说一个罪犯的话，你们也信？你叶浩坐过4年牢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行，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我们也不清楚。叶浩不在家，你就请回吧。你让我回我就回呀。你不是找叶浩的吗？叶浩都不在家，你改天再来吧。你知道我找叶浩干嘛来了吗？我不管你干嘛，他现在不在家，请你出去行吗？我不走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就在这儿等叶浩回来。这是我家，你给我出去！放开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我家不欢迎你们！找死！老公，让你多嘴！你干嘛你？你怎么能打人呢？我打人怎么了？叶浩前几天在叶家的宴会上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我，就不能打他老丈人泄泄气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叶浩打你，你找叶浩去啊！我们又不认识你，也没得罪你。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打我们干嘛啊？哼，我今天先把你们收拾了，再慢慢找叶浩算账。别跟他啰嗦了，赶紧报警吧。还想报警？你想什么呢？你可不要胡来！我今天就要胡来，你能怎么着？上！是。你敢打我们，叶浩知道，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就是要激怒他，折磨他，看他一个小小的叶浩怎么个不会放过我。叶浩现在可是千亿富翁。什么？叶浩他是昆仑先生。切，昆仑先生，笑死我了！还昆仑先生呢？你是被吓傻了吧？我真不骗你，他真是昆仑先生。你要是今天敢打我们，你就完蛋了。你越这样说，我就越想揍你们。还等什么？给我打！我今天要见血。是。打我好了，别打他。真不错，再打得狠一点，还不够。别打了！哎，行了，别打了。啊？别一会儿闹出人命了。哼！叶浩回来，你就告诉他是我叶东打的，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。走。老公。妈打来的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你们快回来吧，出事了！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
我和你爸被人打了。我和叶浩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爸和妈被人打了，我们得赶快回去。什么？走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！珊珊，妈，怎么回事啊？疼吗？疼！你们可回来了，我们这下可被人打惨了。谁打的？就是你以前的那个哥哥，叫什么？叶东。什么？叶东？我没找他的事，他竟然敢上门打人！他也太猖狂了，上门就要找你。我说你不在，他二话不说就指使2个手下帮我们打一顿。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一辈子没被人打过，老了没想到还挨了一顿。要不是你爸护着我，恐怕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撑不住了。对不起，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可恶！爸妈，咱们先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对，先去医院，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我先扶您站起来，慢点。哼，混蛋！喂，你马上给我查清楚叶东现在住在哪儿，我要先拿叶东开刀。另外，对叶家的行动可以提前开始了，我要让叶家所有人一无所有。哼，叶东，你路走窄了。好了，到家了啊！叶总，这就是你家啊？怎么样，想不想进去看看呀？啊？那就进去喝杯水吧。小宝贝儿，我还是第一次领女孩回家。骗人！进来坐坐吧。哎，宝贝儿，让我好好亲亲你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你老婆在不在家？她算个什么东西？她管不了我。来吧，我们开始吧。那也得先把灯打开啊。好，好，我先把灯打开啊。什么啊？叶浩，你怎么在我家？回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家的？还有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能找到我家，我就不能找到你家呀？叶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一条丧家之犬而已。我现在就让他滚出去。有点饿，到你家吃你一个苹果，不介意吧？你少给我扯淡！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6年前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反到我家把我岳父岳母给打了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打了怎么了？谁让你害得我在家族面前出丑？你少给我装蒜！你擅闯我家，我杀了你都没事。哼，杀了我？怎么？你还敢打我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动小我？不关我的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可以走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走吧。谢谢。叶浩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猜我想干什么？你少跟我绕弯子！今天你要敢动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放开我！告诉我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看。6年前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害得我坐了4年的牢。你知道我那4年是怎么过的吗？那要怪你自己太出风头了。你一个我爸捡回来的垃圾，
凭什么在叶家混得风生水起？叶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原来你是怕我争你的家产，难道不是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取代我。就因为这个，你就拿你的老婆当工具，诬陷诽谤我？没错，就是我。爸也知道，所有叶家人都看不惯你，怎么了？你的命是叶家给你的，叶家不取你的命，就算是饶了你的。行，你既然这么爽快的承认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有那个本事吗？现在我们俩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难不成带个小混混就想收拾我呀？啊！我告诉你叶浩，你今天除非打死我，你要打不死我，我就弄死你。是吗？你以为我就不敢弄死你吗？你想做什么？你不是让我弄死你吗？哼哼！哎，你别过来！把他给我按住！是。别过来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小点声！你想干嘛？你还真敢弄死我呀？怎么，害怕了？叶浩，你冷静一下，不至于。你今天要敢动我，叶家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是叶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哼，动你还需要挑日子吗？别说你，叶家所有人我都不会放过。我说了，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给我忏悔，没想到这才几天，你们就欺负到我岳父岳母的头上。你说我会放过你吗？你不要冲动，我打你岳父岳母只是轻微的打一下，没真打呀。你不是缺钱吗？我可以给你钱呀。你以为钱就可以搞定一切吗？你今天放了我多少钱都可以给你，我立马给你转账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200万，我可以给你200万。哼，那我要是不接受呢？去你的！要不是你就来呀！啊！我不信你真敢拿刀捅我。不信是吧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敢不敢。等一下，怎么，有什么遗言要说？哎，你还真敢捅我呀？你以为我和你开玩笑？哎，你捅我，你可是要坐牢的。哼，反正我做过一次了，不在乎多做一次。我今天一定要报了当年的仇。有什么遗言就快说。哈哈，我可没那么多耐心。这小子来真的呀！哎，行，你就说你想要什么吧。啊，你只要今天放过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哟，你居然吓尿了！之前不是挺嚣张吗？现在怎么这么怂啊？对不起，叶浩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说我愿是兄弟一场啊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想要什么啊？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行啊，你什么都答应是吧？对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都答应。放开他！既然你什么都给，那我要你在叶家的全部股份。什么？全部股份？这不行啊！你觉得你有拒绝的权利吗？我是在通知，不是询问。不行，你就等死吧。能不能再商量一下？我给你2000万行不行？我现在是叶家最大的股东，如果都给你了，整个叶家就完了。对呀，我就是想要这个效果。什么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求你了，我给你1个亿，1个亿行不行？不行，我现在出不了转让协议，股权也没法给你呀。放心，我全都准备好了。把那个东西拿来。是。啊，这是股权转让书，你只需要在上面签字，就没你事儿了。
我有什么问题吗？上面应该写的很清楚了。让我再想想，要是签了，我和叶家都得完蛋呐。我数3下，3下一过，你想签都没机会了。3，叶浩，你不能这么做呀。2，我是你哥呀，叶家现在好不容易上市。1，机会不珍惜的话，等等，我签还不行吗？这就对了嘛。放开他吧。去你的！哼！放开我！怎么想跑啊？没跑，我抽筋了，我活动一下。也不想想你跑得了吗？赶紧给我签！1号啊，还能再商量吗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给我签，要不你真没机会了。我签。1号，算你狠。跟你比还差得远吧？你以为我在乎你这点股权？我就是要让你们变得一无所有。你现在到底是干嘛的？你管得着吗？你只要记住，你什么都比不过我就行了。1号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字也签了，你的目的也达到了，你快走吧。别急，我岳父岳母的账该怎么算呢？啊！我叶家的股权都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把人打了一顿，给点股权就算了。这叫一点儿？你知道那值多少钱吗？拿走我这么多股权，我打人还叫事吗？行，既然不叫事儿，那我今天也把你打一顿，你没意见吧？1号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把他狠狠打一顿，必须见血！我要为我岳父岳母讨个公道。是。你这个疯子！我劝你别想复仇的事情，下一次就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了。爸妈，你们这真的不用住院吗？住什么院啊？花冤枉钱。你放心，医生都说了没有伤到要害，我们休息休息就好了。那行吧。你们好好休息。叶东，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。教训？怎么教训他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那他再过来报复怎么办啊？你们就放心吧，他不敢的。哎，你不知道他凶的那个样。不行，他肯定还会来找我们麻烦的。妈，1号都想到了，给你们安排了10几个保镖。放心吧，以后没人能伤害得了你们。真的？真的，没事的。爸，咱们相信叶浩吧。这件事也是因我而起，连累你们了。哎，这也不怪你。叶东真的是太坏了，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不过你怎么教训他？没把他怎么着吧？没事儿，我就轻轻揍了他一下。希望叶家不要再来纠缠。这次是我疏忽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你们和珊珊都是我的亲人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受委屈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号，昨天夜袭我家，强迫我签了股权转让书。股权转让书多少？我名下全部的股份都……什么？你糊涂啊！这不是将叶氏集团无手让给叶浩了吗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叶浩都把刀架我脖子上了，废物！哎，爸，你可一定不能放了这个叶浩啊！要替我报仇啊！
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？股权都弄没了，人还差点被打死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连一个穷途末路的叶浩就能把你折腾成这样？谁知道他有这胆子直接找上门来啊？你这无能，真是气死我了！爸，现在我受伤事小，股权被他抢走了怎么办呀？唉，股权的事关系重大，只有你一个人签字是无效的，必须股东大会通过才会生效。您的意思是，只要其他大股东不同意，他拿到的就是一张废纸呗？也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你被打这个事情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对，爸，您得替我报仇啊！打死他！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真想抽你两巴！别，真是废物到家了！我也不想啊。爸，别说这个了，你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弄他呀！你养好你的伤就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爸，你别走啊！我要上厕所，你得扶我。哼，那我自己来。不好！哎呀，疼！哎呦！喂，你多找几个兄弟，去叶浩他们家，把叶浩给我狠狠揍一顿。什么？不知道他在哪儿？那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废物！找去啊！找到了就给我狠狠的打，打死了算我的。办个事儿都需要教，叶浩，我非弄死你不可！老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谁呀？我手上开不了门。到底谁啊？能不能听懂人说话呀？有病啊！靠！也太痛苦！到底是谁呀？别按了，别按了，来了！谁呀？哼，别来无恙啊，我的好大哥。又是你！怎么，才几天不见就不欢迎我了？不是，不，也好，你什么你？哎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你这包的可以啊，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我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。这里如何？那这里疼！看来你这恢复的不行啊。要不我再帮你恢复恢复？你有完没完了？你等着！哎，还给我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打电话呀？给谁打呀？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行不行啊？别站着说了，怪累的，坐到沙发上吧。怎么不动啊？哦，腿行动不便啊，那我帮你。不用了。哦，腿行动不便啊，那我帮你。不用了。走吧，我扶你。我自己来就好。客气。等！哎！叶浩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还是不是人呢？要不然我再推着你跑几圈，这样你的腿才好得快嘛。我求你了，你别再折腾我了。我服了，行不行？我服了，行不行？你今天又过来干嘛？没完了是吧？叶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爸，你可回来了！叶浩把我折磨死了。你说说我怎么折磨你的？我是这么折磨的，还是这么折磨的？放肆！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能奈我何？你
把我儿子打这么惨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今天竟然自己找上门了。他难道没有告诉你，他的股权也都转让给我了吗？哼，你真是对股权的事情一窍不通。股权转让只有他一个人签字，就是废纸一张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别的股东没有签字呢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？扯淡，我不信。叶氏集团所有的股东都已经同意签字了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你伪造的。是不是伪造的？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清楚了？打就打，我就不信了，看我怎么揭穿你。喂，老二，叶浩拿了一份股权转让书，是什么情况？这肯定是你伪造的。是不是伪造的？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清楚了？不要打，我就不信了，看我怎么揭穿你。喂，老二，叶浩拿了一份股权转让书，是什么情况？上面还有你的签字。大哥，是我签的。什么？啊？你怎么能签字呢？这是我和小东的所有股权呀！很好，你也尝到被人背叛的滋味了吧？大哥，你斗不过他的。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大哥，我劝你给叶浩认错道歉吧，就这样。喂，喂，喂！怎么样？问清楚了吗？爸，什么情况呀？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老二会同意签字？什么？二叔真的签字了？哼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叶家集团除了你们俩之外，所有的人都被我收买了。现在公司里全都是我的人，你们的股权现在也是我的了，你们马上就会一无所有，你们就要完蛋了。可能，你刚出狱2年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实力？信不信由你。爸，他肯定在吹牛。我们叶家这么多股东，你怎么能全部都搞定啊？连京北市首富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还自欺欺人呢。股权转让书上所有人都签了字，你没看到啊？爸，你给我三叔打电话，我就信我三叔的，他不可能背叛我们。对，三弟肯定不会签字的。爸，你给我三叔打电话，我就信我三叔的，他不可能背叛我们。对，三弟肯定不会签字的。老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叶家现在到底怎么回事？都知道。什么？大哥，没人会拒绝1000万的现金的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大哥，你别生气，你斗不过叶浩的。你知道叶浩是谁吗？叶浩就是身价几千亿的昆仑先生啊！你说什么？哎，就认命吧，反正我们是不敢和叶浩作对，你也好自为之吧。怎么了，爸？三叔也签了？完了，都完了。怎么样？这回信了吧？叶浩，爸，到底什么情况呀？你说呀！哼，都怪你！现在好了，公司都拱手让人了。啊！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！要不是你签了转让书，又怎么会这样？你干嘛呀？我胳膊都这样了，你还打？当时那种情况，我不得不签呐。我真想打死你！都是你惹来的麻烦。你不应该怪叶浩吗？叶浩，你实话跟爸说，真的是昆仑先生。你以为呢？什么？
昆仑先生，你说叶浩是昆仑先生？爸，你该不会真的相信吧？你给我闭嘴吧你！哼，没想到吧？被你抛弃陷害的人2年时间就可以身家1000亿。爸，你该不会真的相信吧？你给我闭嘴吧你！哼，没想到吧？被你抛弃陷害的人2年时间就可以身家1000亿。哪里抛弃你？我当时可是救了你呀，我是你爸呀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救我，就是为了当年分房的时候能多分1套房。我对你来说一直都是累赘，要不是我后来的商业天赋能帮家里挣钱，你早就把我赶出去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儿子看。哼，你还真敢说呀？你说这话不怕招雷劈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当初我以一己之力把叶家从一个普通家族企业做成准上市公司，你看我威胁了叶东的地位，就想各种方法把我赶出叶家。没有，甚至叶东陷害我坐牢，你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是捡回了我不假，但是这不代表你就可以随意毁了我。但是你现在结果是好的呀，你现在多好啊！哼，我现在多好，就可以忘记过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向来有仇必报，不管是谁，他不想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。叶东陷害我的事情，他自己已经承认了，我已经录了音。你居然录音了！我会把他交给法院，把叶东送进监狱，还我自己的清白。你太狠了你！彼此。叶浩，你要不要脸？你都要了股份了，还想害我？你要是不去我家打我岳父岳母，我兴许还能放你一马。但是你自己作死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叶浩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养父啊！这时候知道你是我养父了？我被人诬陷的时候，你有为我说过一句话吗？我尽早收拾吧，这个房子马上也不属于你们了。我被人诬陷的时候，你有为我说过一句话吗？我尽早收拾吧，这个房子马上也不属于你们了，别到时候我把你们撵出去，可就难看了。我们走。爸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都怪你！别打了，爸！你就会问怎么办？等死吧！你们想干嘛？别动我东西！你们也太野蛮了！不行，这个不能拿走。你们名下的财产都将送去拍卖偿还债务，请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。老公，那怎么办呀？房子被收走，我们该住哪儿啊？我们彻底输了。你当初出的馥主意，要不是你设计叶浩，他也不会。现在可怎么办啊？我们一起去找叶浩，叶家养他这么多年，他怎么能这样对我们？不愧是我的女婿啊，有出息啊！多亏了你，叶家和吴家的人才不敢再针对我们。事情也算是因我而起，是我让你们二老受委屈了。谁呀？静家母。你还来做什么？不快点去凑钱还债吗？叶家现在变成这个样，都赖你这个祸害。叶浩，之间有太多误会了，你生气我们也能理解，但是何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呢？够了，你们是来说这个的话，就可以滚回去了。叶浩，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们？呵呵，我记得我之前说过，让你们都向我下跪求饶的吧？让我给你下跪？我可是你……别说了。这样行了吧？叶浩，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！你们呢？跪就是了。现在可以把叶氏集团还给我们了吧？
我不记得我答应过你们什么。你们还是赶紧找律师吧，应该很快就有人来问你们贪污漏税的事了。天哪！完了，全完了。我说你们俩慢点行不行？我们都多大年纪了，能跟得上你们吗？哎呀，你们这是喊我们逛街还是逛命啊？啊，爸妈，你们累了？你说呢？要不我们先回去，你们慢慢逛吧。爸妈，我还想着去看几套婚纱，你们帮着参考一下呢。看什么婚纱？你又要和谁结婚啊？叶浩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你虽然有钱，但是有我们身上一个就够了。妈，你想什么呢？叶浩是说我们要补办一场婚礼。什么？对，6年前的婚礼没有办好，我觉得一直都亏欠着珊珊，这次一定要办个轰轰烈烈的婚礼。原来如此啊！这6年前的婚礼还能补办啊？当然能啊，想补办就补办啊。那36年前的婚礼能不能补办啊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想跟我爸补办婚礼啊？行嘛。哎呀，你可别丢人了，我可丢不起那个人。哎呦，这不是嫌我丢你的人了？嘿，我就说你不老实，你回家给我老实教育。你松开！哎呀！是不是嫌我丢你的人了？哎呀！